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成毅罗云熙新剧对打，电视剧市场一荣俱荣，切勿挑拨两边粉丝关系。成毅罗云熙新剧对打，首先，成毅和罗云熙的新剧都尚未确定档期，就被认定为对打，便是非常不准确的事情。其次，两位青年顶流的新剧，即便是同档期上线，也不存在什么对打关系，相反，他们更应该视为是一次对于中国电视剧市场繁荣的共同助力。我们先来看看两位青年实力派演员即将上线的电视剧作品是什么。成毅方面，目前准备上线但尚未确认档期的作品是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上线的平台是爱奇艺。罗云熙方面，目前准备上线但也并未官宣档期的电视剧作品是《水龙吟》，上线的平台是芒果 TV。两部作品在奇幻色彩上是类型相同的，同时这两部作品都走武打路线，这可能是引发某些网友把两部剧进行对比的原因吧。但是，两部电视剧同档期上线开播的概率有多大呢？如果放在5年前，不同平台的两部类型相似的电视剧同档期开播，概率是很大的。不仅各家平台方面会有信心，而且在广告招商方面也会支持各家的信心。换言之，5年前有大量的广告商家可以投放在电视剧市场当中，在这个层面上是支持同时间段当中有两部类型相似的电视剧开播的。但是时至今日，商家数量和投放规模不支持这种方式存在。对于爱奇艺和芒果 TV 而言，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和《水龙吟》对打显然是不存在的。大概率上，两家平台会实现一次错峰出行，比如说一部先播，另一部后播。而且无论是先播的还是后播的，两者都是一荣俱荣的关系，而不是有你没我的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需要从两个角度论证。第一个角度是商家的角度。对于商家而言，无论谁先播，先播出的剧集都具备市场观察效应。如果播出情况好，尤其是播出数字高，网络讨论热度高，那么对于商家而言，都会追加广告投放。而且，这种追加的局面会从先播的电视剧延续到后播的这部上来。对于商家而言，既然青年观众们喜欢奇幻、武打加爱情的电视剧，那向两部电视剧追投广告，何乐不为呢？第二个角度是普通观众的角度。对于普通观众而言，无论是王权篇火了，还是水龙吟火了，都会培养起大家对于这个类型剧的追剧兴趣。比如说，大家先看了王权篇，觉得奇幻武打带恋爱的剧情真的追起来很有趣，那么大家就会顺势追接下来开播的水龙吟，因为两部戏的类型是相同的。观众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类型相同、好看度都高的电视剧的延续性。所以我说，这两部电视剧是典型的一荣俱荣的局面。而所谓的对打思维，还停留在非常低级的模式上。无论是平台方，还是剧作方，甚至于两部戏的主演们，早就扔掉了对打思维模式，而进入到了一种合作共赢的意识当中来。平台方、剧作方和各位主演希望的是两部电视剧一同火，从而推高这一类型剧的市场期待值，并且获得更高的市场回报。观众们也乐见其成。谁不乐见其成呢？可能只有第三方的粉丝。出现成毅罗云熙新剧对打这个热搜之后，无论是成毅的粉丝还是罗云熙的粉丝，都持有百花齐放才是春的观点。两边的粉丝反倒是最为清醒的，均做出表示两部戏都会看、都会追的表态。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剧迷心态。两部戏若是质量都高，
反倒是可以让这个剧作类型成为上线阶段的大爆款。这明明是兄弟联手打天下的局面，而部分第三方的粉丝搞这个对立，想要实现的局面便是诚意粉丝和罗云熙粉丝的对骂对战，从而把两部电视剧都搞臭。这种做法则是十分恶毒的。中国电视剧市场的良性发展是不可以搞这种阴谋诡计的。电视剧市场不会出现一人吃饱剩下的全饿死的局面，相反，大家都是共荣关系的，不可以进入到互相陷害的关系当中去。目前，每天的电视剧有效播放量在3亿次，略微靠上一些。其实，当兄弟联手打天下，而不是阴谋诡计互相陷害的时候，中国电视剧市场是可以实现单日播放数字上4亿、上5亿的局面的。某些第三方的粉丝真心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盘子明明很大，没必要只盯着一点狗粮。当更多的青年实力派们已经在电视剧领域奔山赴海的时候，电视剧市场是星辰大海，不是蝇营狗苟。所以，我的看法是，两部电视剧尚未确定档期，没必要搞什么对打的挑拨，即便是一起上，也是兄弟联手打天下。诚意罗云熙新剧对打这一话题一出，立刻引起了网络热议。但如果冷静分析，便会发现，这种所谓的对打论调，其实既不准确，也不必要。诚意的狐妖小红娘、王全篇和罗云熙的水龙吟，目前都尚未官宣档期，和弹撞期竞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两部剧的出现，代表的不是对立，而是中国电视剧市场类型化发展的繁荣信号。从题材来看，两部剧都属于奇幻武侠类作品，兼具爱情、热血与古风元素。这样的类型本身就拥有庞大的受众基础。爱奇艺与芒果 TV 作为国内头部平台，当然会根据市场形势与资源配置，选择最有利的上线时机。简单来说，平台之间并非敌对，而是错峰出行，互为助力。谁先播，谁后播，并不会影响双方的热度与收益，反而能形成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良性循环。从商业角度看，先播剧的成功往往能带动广告市场的整体活跃。如果狐妖小红娘、王全篇率先上线并取得好成绩，势必会刺激广告商追加投放，而紧接着上线的水龙吟就能顺势受益。广告商并不会拘泥于单部作品，他们更关心的是观众的观看兴趣和类型热度。奇幻武侠剧受欢迎，对他们而言就是新的投资信号。这样看来，两部剧的成功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而是一荣俱荣的格局。从观众层面来看，追剧行为具有连锁效应。当观众在某部剧中建立了情感共鸣，他们会自然地寻找同类型的下一部作品来延续兴趣。若王全篇鲜活水龙吟就能无缝接档，形成观众留存效应；若顺序反之，同样成立。观众并不会只支持一个演员、一部剧，而是倾向于喜欢整个类型。观众越多，市场越大，整个行业都会受益。因此，所谓的对打论，更多源自部分第三方粉丝的挑拨心理。他们往往并非真正关心作品，而是试图制造话题，引战吸流量。相比之下，诚意与罗云熙的粉丝反而更理性，纷纷表示两部都看，两边都支持。这才是真正成熟、健康的追剧心态。演员之间并不存在敌对关系，他们都是推动国产剧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。要知道，国内电视剧市场正在从单爆剧思维向类型共荣过渡。早些年，一部剧火了就意味着其他同档剧凉凉的情况，如今已不复存在。现在的观众拥有多屏观看习惯，追剧节奏和兴趣点更加分散。只要剧集质量高，内容扎实，就一定能赢得口碑。无论是狐妖小红娘、王全篇中的神话浪漫，
还是水龙吟的江湖侠气，观众都会为好作品买单。更何况，从演员个人层面来说，程毅和罗云熙都是经过多年沉淀的青年实力派。两人风格虽不同，但都以细腻演技著称。他们的作品能够在同一时间段被讨论，本身就是国产剧演员整体实力提升的体现。若能让更多观众关注到年轻演员的成长、类型剧的进步，这就是双赢局面。中国电视剧市场要繁荣，不靠内卷与对立，而靠共赢与创新。只有当各平台、各剧组、各演员形成合力，持续推出高质量内容，观众才会留下来，行业才会良性循环。反观那些喜欢煽动矛盾的对打言论，不过是利用粉丝情绪制造噱头罢了。如今，电视剧市场的单日播放量已稳定在3亿次以上。如果像《王权篇》和《水龙吟》这样的优质剧能陆续上线，实现类型互补、热度延续，完全有可能把播放量推向4亿、5亿的新高度。这种增长不是谁打败谁的结果，而是兄弟联手打天下的成果。所以，我们更应该摒弃对立思维，拥抱共荣理念。程毅与罗云熙的新剧不是敌手，而是同行者；不是竞争关系，而是共同推动国产奇幻剧崛起的双引擎。只要作品好，观众自然会回报他们以热度和掌声。让我们一起期待2部剧的上线，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电视剧走得更远、更稳。